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今天给大家做已经流行了很久的周黑鸭。那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来做这个呢？因为之前我一直都觉得这种东西出去买就好了，没必要在家做。那直到最近，我发现我自己吃辣的能力有点下降，就吃市售的这些产品呢，会觉得有点太辣了，受不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要在家里自己做，可以调整你喜欢的辣度或者咸度。那今天会告诉大家怎么在家做，非常非常简单，完全不输市售的叫阿黑鸭吧。我买了鸭翅、鸭脖、鸭舌、鸭掌，各种鸭的零件，用盐、花椒、姜片腌制半小时，先入味儿，汆个水去腥。香料我用了这些，辣椒嘛，看你喜欢的辣度，我给大家一个大概参考用量。用清水浸泡一会儿，香料下油锅炒出香味儿，因为泡过水的，所以要冷油下锅，慢慢炒。这时候你不用担心炒糊了，炒到你能闻到特别浓郁的香气，再下白酒，还有啤酒。啤酒别买那种贵的、口味重的，尤其别用现在流行的 IPA， 会特别苦。买价格排序最便宜的就好。下鸭子零件，略微煮煮，让酒精挥发掉。再加水到快要没过所有食材。生抽、老抽、冰糖，下姜葱。可以顺便下点素菜，藕去皮丢下锅。肯定很多人会觉得这么卤过的藕比鸭还好吃。找个比锅子小1圈的锅盖，就是盖上了，但没完全盖上，这样能帮助食材入味均匀，煮的时候也不需要翻动。小火大概30分钟，可以顺便再卤个蛋。水开后下鸡蛋，小火煮上6到7分钟。这时候鸡蛋是半熟溏心的。等鸭子煮好了，凉一凉，降温到不烫手了，再把去壳的鸡蛋放进去浸泡，这样就能做出溏心卤蛋。如果喜欢全熟的，在鸭子还在煮的时候，把去壳蛋丢进去一起煮就好了。想吃溏心蛋就只能泡不能煮，泡3到4个小时，或者最长可以泡隔夜。泡鸡蛋的时候，鸭子也能更入味儿。泡好了，捞出鸡蛋，剩下的汤汁可以直接收干了，可以顺便再下点毛豆。洗干净了，剪掉一头后丢到锅里。收汁的时候就一起把毛豆煮熟了，这样一锅就可以做出卤的鸭翅、鸭脖。我现在是错误示范哦，因为我用的这把刀是不适合这么剁鸭脖的，我只是为了让它更美观而已。大家在家自己做的话，拿剪刀剪比较好。鸭舌、鸭掌、卤藕、溏心卤蛋，还有卤毛豆，实在是太物尽其用了。这几种鸭零件你最喜欢哪种呢？另外呢，不喜欢啃零件就喜欢大口吃肉的人，也可以用整只鸭子来做，一样是先腌制入味儿，汆水。整只鸭子我喜欢先下锅煎一下，把油煎出来，会更香。香料也一起在鸭油里炒香，接着下白酒、啤酒，加水。生抽、老抽、冰糖、姜葱，盖上锅盖，但又没完全盖。后面都一样了，小火煮30分钟，浸泡1碗更入味儿。懒得泡也能凑合。最后收干汁，收汁的时候可以把卤汤不断地浇在鸭子身上，这样上色更均匀。整只鸭子这样卤过后一点都不油腻的，完全可以直接当零嘴吃，口感也特别好。果然还是大口吃肉的感觉最好啊！那就像前面我说过的，这些食材都可以换成你喜欢的其他品类，并且辣度也可以按照你喜欢的程度去调节。然后我真心的觉得自己做的比外面买的要好吃，我有点担心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后会不会导致周黑鸭的股价下跌。Anyway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有空在家试试看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硬币，一键3连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